巨大的包包，它的名字叫 XSL。这个包是它的那个旅行包系列的其中的一个，它是一个银色的，上面有一种这种特殊的这种光泽感。大家看，它其实长得就是这个 classic flap 这个样子，然后它也是这样的一个拧扣。打开，它里面就很大很大，它里面呢主要分2个大块的空间，有一个这个中间可以隔开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后页的地方完全可以放一个就是笔记本电脑或者是书啊，这个薄一点的地方可以放 iPad 什么之类的。它还有2个这种分区的侧带，可以放这边可以放手机，然后这边可以放一些比如说小的化妆品或者眼影盘等等。在它前面的地方，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设计，然后有一个拉链。这样打开，里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空间，这个地方就可以放很多的什么有的没的乱七八糟的东西。这只包更妙的是呢，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安全锁扣的这样一个设计，就是这个地方可以放钥匙啊等等啊之类的，甚至小狗你都会装进去，就很小的狗，把它卡在它的那个链子上。它的背面还有一个袋子，这个袋子也是空间还蛮大的，放个什么卡之类的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这个包呢，它背面的这种扣是这样的一个上面有双 C Chanel logo 的这样的一个小扣，底部是有这样的一个金属托的设计，就是防磨的这样的一个设计。这一只呢，它的链子跟之前的这个 Classic Flap 也不一样，就它的链子有一部分除了还是皮拼金属之外，它有一段像这个位置是全皮的，这个地方应该是防磨的吧，就是因为如果这个包毕竟比较大嘛，你装了一些重的东西进去，你完全就是金属链。夏天这样背的话呢，你皮肤会被磨得很疼。然后这个地方我觉得应该是防磨的。我记得这只包我第一次看到它是在一个 blogger 的一个 Instagram 上，当时他是去参加 Chanel 的这个 fashion show。去 fashion show 之前呢，他拍了一张他背着这个尺寸的包，但是是一个就是面料材质的这样的一个包去出发的这样的一个 look。我当时看到之后觉得，哎，好好看啊！而且这么大的包一定非常实用，一定能装很多的东西。然后呢，我就去了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我第一次见到实物就是在拉斯维加斯的那个 Chanel 店里面。是一只黑色的牛皮的这样的一个包，这个样子。然后黑色的话看起来就真的不是很好看，我认为黑色的一只包就看起来比较的严肃。如果你是个上班族出差背这样的一个包的话，我觉得是非常 OK 的。但是呢，我其实并不想要一只黑色的这么大的 Chanel 包。后来过2天之后呢，我从 Las Vegas 飞到了Los Angeles 去玩，然后当时在 Beverly Hills 闲逛。然后就在店里一眼看到了，哎，它有银色，纠结了一下，决定买了。价格呢好像是4900多、4800多这样的样子吧。这只包的优点呢，当然就是大，真的够大，就是能装很多很多东西进去。另外就是这个包，我想其实不太容易会撞包，可能会没有那么多人去背，所以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一点。不好的地方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包，稍稍有些，怎么讲，不是特别实用吧。它这样一个包，就是 supposedly 它会放很多东西进去，会很重嘛。但是大家看这个袋儿，它的链子看起来真的不是可以禁得住那么重的东西的，而且这个包的自重比较重。我觉得这个包什么时候可以背呢？就是比如说你做一个短途的旅行，其他的时候，比如说你去打球或者是去 gym 的话，这只包是可以背的，因为它自重太重了。像这种日常的 day to day 的使用呢，我其实并不会太多次背这个包。然后另外就是关于这个皮质，可能是我之前被我的那个漆皮的那只包搞得受惊了，所以我很关注这个包的皮质。但这只包的皮质它虽然很好看，但是呢，这种光泽，店员跟我讲，就是说随着时间的这个变化，它的光泽度也会慢慢的这样的褪去。所以买这样的一只包，你是肯定要去帮它做护理，这样才能保证这个它这个光泽退的比较慢，或者说它这个颜色不会变色。欢迎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来收看我最及时的更新哦。这一只是 Chanel 的一个中古包，这个包呢我是在日本东京的一家中古店淘到的，就是那家据说每次 Angelababy 去日本都会去淘 Chanel 包的那一家店，在那里买到的。因为当时我其实买这只包是没有任何的目的性，只是就是进去随便逛逛，但是当你迈进了那个店的一瞬间，你就觉得哇，真的好棒！就是你会整间店全都是 Chanel， 然后各个时期的产品，各种不同材质，什么皮、丝绒，然后牛仔布，还有就是塑料，还有有机玻璃等等等等。然后除了比较日常的款式外，还有很多的 runway 的款式，然后还有很多它 iconic 的，就是特别 iconic 的款式都有，还有很多的配饰，你就
好开心的那一瞬间，然后就彻底看花眼了。我进去闲逛的时候，我一眼就看到了这一只，因为我觉得这一只首先一看上去就知道它肯定不是近几年的这个 Chanel 设计团队的作品，它肯定就是上一批或甚至上几批的这个 Chanel 团队的作品，因为它有一种设计感完全的不一样。第二呢，就是它一看就是很有年代感的一个东西，但是呢，它摸起来的这个皮质就真的非常的舒服。这只包之前的主人肯定是非常爱惜这只包的，就你可以看出它虽然有很多这个使用的痕迹，比如说像这里有折的痕迹，然后这里有这种这个金属扣有这种生锈褪色的痕迹，它虽然有很多这样的痕迹，但是这只包依然是被保存的很好。它这个链条也很好，外面看起来非常的低调，非常的这个 classic。然后呢，里面这个位置就有一个双 C 的立体的小 logo， 大家看，它这个包是这样分两层的。两边各一层，这样打开拨扣，这样打开，里面非常低调的这个 Chanel logo，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这样小拉链，里面可以放一些比较私密的一些东西。这里面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空间，可以放钥匙啊等等，这样手机啊，这个扣这样一搭就扣好了。我一眼就看到这个包了，试背了2次，我就毫不犹豫的把它买下来了。然后这只包我记得好像是这个人民币差不多8000块人民币吧，还是挺超值的。然后结账的时候，那个店员帮我查这只包的年份，他说这只包应该是差不多1980年甚至1978、79这样的一个年代的包，真的是非常的年代久远。这只包我觉得就它使用场合也非常的多，上班的时候其实可以使用，这样当一个手拿包就完全可以。或者是你晚上就是去参加任何的 event 或者是什么活动啊等等，穿一个小的礼服，然后配上这样的一个包也是非常好看的。中古包的购买呢，其实我有一些小小的 tips 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就首先第一呢，因为很多地方都有卖这个二手包的嘛，日本是个很大的市场，然后欧洲，比如说法国、意大利等等，还有英国，然后还有美国等等这些很多地方，其实都有很多的这个二手包，还有香港。如果你是新手的话，那么我不建议你在欧洲去购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欧洲其实的这个二手包的这个品质参差不齐，相差太多了，而且有很多的假货。如果你并没有太强的鉴定能力，那么你很容易就会买到就是假的东西，花钱也不少。你可以从日本开始尝试，因为日本的二手包市场相对规范一些。我没有说它是100%没有问题的。我在日本玩的时候，有跟当地的那个店员有聊过，然后他们也说，就是说因为日本有相关的这个法律规定来保护购买二手包的这些消费者的权益，就比较完善的一个系统来保护消费者去购买这个二手产品。所以呢，日本的这个二手包的市场是相对好一些的。但是呢，欧洲就不一样了。除了一些就比如说 Vintage 店啊等等的这些，很多的这个二手市场都是就是周末在一个郊区会有一个这样露天的一个市场，你要去淘，很多都是这样子的。如果你真的就是在这方面有充足的知识跟经验，那么你可能会有很低的价格淘到很好的东西。但如果你真的没有，你80%都会受骗上当的。所以呢，建议大家就是购买这种二手商品，在你没有这种很强的这种信心的前提下，不要去乱买。这是一。第二呢，就是这个二手市场包，就如果你看到了自己喜欢的款式，千万不要犹豫，立刻下手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二手市场基本上就是每天都会来新东西，然后每天都会走一部分东西，然后如果你看到它你没有买的话，你可能就再也看不到它了。所以呢，二手包就是出手一定要狠，稳准狠，这样才能拿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关于购买Chanel包包的建议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小故事。就是因为当时我在法国逛街，然后呢，我逛到这个香榭里大街的那个Chanel店的时候呢，我当时其实想买一只 Gabrielle 流浪包，但是呢，我又有点纠结，就是我又想要去买2.55，然后我就在那个店里逛了很久，因为当时的这个 Gabrielle 并不是我想要的款式，那我就想，那我就去买一只2.55吧。但是2.55呢，它有没有我想要的那个尺寸？它都是那种最大号尺寸的，我就很纠结。但是我又觉得，我现在人在法国，我为什么不买呢？就这种想法，所以我就跟那个店员聊了很久，店员就反复的劝我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我们可以一起用来共勉，就是说，因为比如说像2.55，它是每个 season Chanel都会出的这样的一个款式，或者是 Gabrielle， 现在就是每季都爱出嘛。他说，如果你就是没有找到你特别喜欢的样子，不要买，先等一等，不要着急。因为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如果你是为买而买的话，那么其实你买了之后你也不会经常去使用，因为这只包的价格并不是很便宜，所以这样的话就比较浪费。你不如，因为它每季都有出这样就是翻新出不同的款式嘛，你不如去等到一个你喜欢的样子，然后呢你再去买，这样的话呢你会更 appreciate 这个包。我听了之后我觉得真的
非常非常有道理，然后我也非常感谢他跟我说这样的话，所以我想把这个事情呢，跟所有的这个剁手党的姑娘们一起分享，就是大家在买包的时候呢，一定要理智。我知道这很难做到，除了好看之外，你要多从这个实用的角度去考虑，这样你就可以避免你自己因为冲动花掉了很多莫名其妙的钱，以及买了很多你不会用的东西，就会很浪费。所以呢，这是我给大家第一个买包的建议，就是买你自己真正喜欢的，不要因为其他的原因，时髦，或者是他们正在推，或者是因为你的朋友有一个等等这样的原因而去买包，去买你自己真正要的。建议2呢，就是一定要上身试背。虽然这个包在campaign里看起来非常美，然后虽然背在明星或模特身上也非常好看，但是你真的不知道背在你自己身上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另外呢，就是说，你一定要试背的原因是你要找到适合你自己这个身形的这个尺寸，不是说你比较高你就不能去背 mini size， 或者说你比较矮你就不能去背一个 jumbo size， 不是这样的，是真的要看就是背起来是什么样子再去决定。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请帮我点赞哦。比较鸡肋的款式，其实我觉得还有几个吧，不止一个。但是我觉得就是比较有名的鸡肋款，可能对我来说就是那个 Gabrielle 流浪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包我记得刚一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哇真好看，而且就是看起来它的容量比之前要更大，就是同样尺寸的这个情况下，可能比 Classic Flap 或者是 LeBoy 要更大一些。于是呢，我就去店里试，结果没想到它的 mini size 背起来真的是很小。我换了它的这个中号，因为我身高是1.65米，然后我换它的中号之后，背起来好奇怪呀，就是说不上来，就感觉非常的不协调。我不知道是因为跟我的身形不搭、气质不搭，还是因为那个包就是那个样子，就看起来像一只书包，你懂吗？就是斜挎的书包，就很不时髦。上身背了之后就觉得不知道在干什么。我同时还试了这个大号，就是 jumbo size 的这个 Gabrielle。背上之后就更奇怪，就感觉自己像背了个文件夹一样，就我只能说可能就不太适合我吧，不知道。之前的各种的宣传我有看，比如说很多明星，比如像周迅，他去背这个 Gabrielle 的时候就很好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跟他造型搭配有关，还是就是这个包就是跟我气质不合 ，I don't know。除非它真的是我试起来有非常看起来非常的好看，我会买，否则的话我可能不会去买 Gabrielle 这只包。如果你是正在考虑入一只 Chanel 包，那我建议其实你可以考虑2只，就是第一只是 Classic Flap 黑色的，第二呢就是这个 LeBoy。首先我觉得这2个包是非常Chanel 里非常具有代表性的2只包。第二呢就是比如像 Classic Flap 就真的非常实用，又百搭，然后又好用，然后价格我觉得也是，这些就它的所有这个 collection 里面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而且像Classic Flap 跟 LeBoy 是属于完全不会过时的2个款式所以我真的建议，如果你考虑购入第一只Chanel包包，可以从这2只开始买黑色哦。最后呢，再跟大家唠叨几句，就是关于包的保养的这件事情。其实现在有很多就是专业的地方，就去给你的包做保养，然后包括比如说像护理、日常的护理，或者是补色，或者是就是换皮、换链等等这种服务，他们都有。但是呢，大家在去这种地方的时候，一定要先做一些 research， 因为其实这些就是奢侈品包护理的地方，他们并没有一个怎么讲，目前在中国的市场上并没有一个这种标准去考量，所以他们的质量真的是参差不齐。我自己就有经历过很好的，也有经历过很糟的，所以呢，就是大家一定要睁大双眼，先去做一下 research， 多问他们一些问题，然后看看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这个反应，以及就是他们对这个产品的了解程度，然后你再决定是不是要去这一家做这个护理。除了到专业的地方进行护理之外呢，你也可以自己准备一些就是产品来进行一个日常的护理。像我就会准备3样东西给大家看一下。第一支呢是这一支，应该叫 Woolly 吧，就是它是 Woolly， 它的名字叫做 Perfect Gel， 它就是集清洁以及护理为一体的一个透明颜色的这样的一个膏体，就是拿一个那个布，然后涂这个胶这样整个擦一遍，既达到了清洁又达到了保护皮质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另外呢，我还有一个产品呢，叫做也是同样的牌子它是一个 Leather Balm， 就是一个皮质的油，它里面还加了一个芦荟精华就是保湿吧，跟人的皮肤应该是一样的这个油呢，其实就是保证湿润以及光泽感，然后呢它就是防止它开裂，特别在冬天，所以这支油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另外呢，还有一个产品，我觉得这个产品也是非常重要，特别是当你使用这个漆皮等等，或者是有其他这种特殊光感的这种皮具之外，我觉得这支也非常好用。它是一个这样一个喷雾，它的功效就是防水、防脏，其实就是你买来新包之后呢，
在这个包干净的状态下，或者是你先给它护理一遍，涂好油的状态下，然后把整个喷一层，它在包的表面会形成一层这个膜，然后它就会把这个水隔离开，同时它也会把就是这个脏啊dirt 或者是这个颜色这样隔离开。像漆皮，如果我提前的使用这个产品的话，它就是不会有过色的这个情况出现了。像这样3支产品是日常保养中我们可以自己买到的，自己来解决的。OK， 这就是我今天的一个分享，希望呢如果你有买包的计划，希望能给你提供一些小小的灵感跟启发。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次再见喽，拜。